你知道现在 Insta360的手机稳定器可以直接透过 iPhone 内建相机进行 AI 追踪了吗？嗨，欢迎回来，我是栗子。在2025年的现在，手机稳定器要把稳定这件事情做好，可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其实现在各家稳定器在拼的新战场，就叫做 AI 追踪。那 AI 追踪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当 AI 锁定画面上拍摄的主体之后，比如说，你看我现在锁定一只哈士奇，那不管它走到哪里，跑到哪里，甚至我追着它跑的时候，手机稳定器都可以牢牢跟着，然后画面还拍得超级稳。所以 AI 追踪最大的价值，就是以前的稳定器可能单纯做好稳定的工作，但是你还是要不断盯着画面，看有没有拍到对的角度。如果拍的是小孩、宠物，那就会需要花上更多的心思才能拍好。而现在不用，你只需要告诉 AI 主体是谁，你要拍哪里，接下来 AI 就会帮你牢牢锁定，你只需要专心运镜，拿好相机就好。又或是你拿来拍 Vlog， 你就不用一直去想画面有没有拍到你的脸。反正 Insta360这个操作相当直觉，当握把上的绿灯亮起，代表现在 AI 已经锁定你了。而且我觉得这次 Flow 2 Pro 最好用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把整个稳定模组反过来，让你站着就可以做到低角度拍摄。以前你需要整个人趴下去贴着地板才能拍到低角度，但这个姿势你又很难移动，更别说要跑起来了。而透过 Flow 2 Pro 新的机构设计，现在就算你站着，也可以很容易的把整个手机贴着草地，拍出这种跟着狗狗一起自由奔跑的画面。并且还不止如此，现在各家在拼的已经不只有稳定，随着迭代更新，像是稳定器直接内建支架、内建扩充模组，甚至再装上一颗补光灯，晚上也可以 Vlog。支援 MagSafe 磁吸快拆，吸上去就安装完成。甚至你还可以把它拉长，直接变成手机稳定杆，但它却不会占空间，很好收纳，只要把它折起来。你看，小小一个，装上随附的袋子就可以放进腰包或是提袋。不过这些功能其实在上一代产品 Insta360早就都做到了。2025年最大的更新在于 AI 跟踪更强了。如果你恰好有一只 iPhone， 现在你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只要轻轻把手机靠上 Flow 2 Pro NFC 感应下，你看马上跳出 Docket 连接视窗，按下连接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只要按下扳机，当绿灯亮起的时候，你看我现在开的是内建相机哦。没错 ，Flow 2 Pro 最大的更新就在这里，只要按一下扳机，你就可以直接透过内建相机进行 AI 追踪。而且更强的是，不只是内建相机，像是专业创作的 Blackmagic Camera、Final Cut Camera、Pro Cam 或是 IG 相机，拍限动也可以自动追踪。Google Meet、YouTube 直播、Facebook 直播，马上变成直播主神器。甚至如果你想要的话，1612。再扯一点，美图秀秀。超过200个 App 的相机全部都可以启动 AI 追踪，我觉得光是这个更新就可以说是打通手机稳定器的任督二脉。以前稳定器最可惜的地方就是很多功能都只能透过自家 App 才能够使用，追踪功能也只能搭配自家的 App 才能够开启。那喜欢用其他 App 录影的朋友都没有办法用上追踪功能。而现在 Insta360直接加上 Apple Docket， 告诉你不用，只要给我一张脸 ，IG 相机也能把你牢牢锁定。不过真的有这么好用吗？等一下我们详细实测。而如果你是 Android 用户 ，Insta360还有大招。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有着镜头的扩充模组。总而言之，一起来看看2025年手机稳定器你该知道的所有细节。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说到手机稳定器 ，Insta360的上一代 Flow Pro 其实就已经把手机稳定器这个类别的产品大力推了一把。而今年，当我们上手 Insta360 Flow 2 Pro 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还能有什么进化。但事实证明 ，Insta360 果然还是有大招。我们先从外观设计看起，今年 Insta360 Flow 2 Pro 的外观设计采用了灰黑配色，搭配上多处转轴，还有主体上的透黑开孔，再加上亮度很足的冷白 LED 灯效，整个科技感完全点满。在 AI 追踪之下，还会亮起一整圈的绿光 LED 提示灯。整个产品的质感是很不错的，并且在使用上非常容易，开机很简单，只要往上拉，这个时候你完全不需要按任何按钮，稳定器已经自动开机了。所以你只要把手机磁吸上去，这样一切就设定完成，非常直觉而且优雅。那收起来的方法也非常简单，长按下面的按钮就会关机，接着把手机拿下来，反折一下，卡上去，
这样就完成了。收纳起来就这么小小一只，重量也才361克，长时间拍摄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根据官方数据 ，Flow 2 Pro 拥有10小时的续航，2小时就能充满。这边要特别提一下的是 ，Flow 2 Pro 同样采用磁吸的连接方案。那一定有人要问了，用磁吸的话够不够稳呢？那这题我们用画面来看最清楚。我们直接用条件最严苛、低角度狂奔，伴着哈士奇全力跑，也是稳稳的没掉。并且它其实不是单纯的磁吸，而是有固定卡口，所以它要一个角度才能够取下，是够稳的。但在吸上去的时候，也要注意你有把它对准。对了，这个手机夹具也是有做双侧凸起的设计，所以夹上去是不会按到手机上的按键。你看，夹具跟按钮之间是有缝隙的。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Insta360 要另外推出相容 MagSafe 的磁吸扣具。如果你用的是磁吸壳，可以直接吸在壳上。要用的时候，马上就能装到 Flow 2 Pro 上面。不过这个方案肯定是没有夹具稳，主要会跟你的壳的磁吸强度有关。所以在室内当成直播工具用，或是室外行走的时候 Vlog 的话，没问题。真的要奔跑的话，我更推荐用夹具。不过这个 MagSafe 的磁吸扣具还有一个小功能，就是平常你可以直接吸在手机背面，因为它还有支架功能，相当实用。再来，你看看这里，还有一个 Type-C 接口。没错，你可以透过 C2C 或是 C2 Lightning 的线材，透过稳定器帮手机充电。不过更棒的是，这个接口还可以接上 Insta360 官方推出的各种模组，比如说这个补光灯，装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低光环境下帮人脸补光，并且这个补光灯正着装、反着装都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帮后面的人补光，也可以帮你自己补光。旁边2个按钮总共有3档色温以及3档亮度，可以根据画面手动调整。而如果你是 Android 用户，这段要看仔细了。前面我们有说过 ，Flow 2 Pro 可以透过 Docket 接入各种苹果相机 App 生态。那只要是 iPhone 12且更新到 iOS 17之后的 iPhone， 都可以透过 Apple Docket 进行配对。而 Android 这边肯定是不能缺席 ，Insta360 直接推了一组 AI 追踪模组。那当 Android 手机装上之后 ，AI 追踪功能就会换成这个 AI 追踪模组接管。没错，透过这个模组 ，Android 手机上的原生相机、各种相机 App 也都可以做到追踪了。甚至你要加一台 Nokia 上去，一样也可以做到追踪，就是这么神奇。不过这个模组比较适合你想要用第三方 App 的 Android 用户入手。比如说你搭配的是三星的 S24 Ultra， 那三星最好用的就是很完整的专业录影模式，可以手动调整各种参数、连接蓝牙麦克风等等。那以往如果想要做到追踪，就只好放弃好用的原厂相机，改用 Insta360 的 App。而现在不用，在接上这个追踪模组之后，你就可以搭配任何你喜欢的相机 App， 然后一样可以做到追踪。接着往下看 ，Flow 2 Pro 在稳定器上就直接内建了伸缩杆以及一组三脚架。先说伸缩杆，握着转轴处就可以把伸缩杆拉出来，不管是要拍高、拍低、拍远、拍近都可以。不过我目前用下来最好用的还是拿来拍低角度的画面，比如说拍狗狗贴着地平线拍摄，或是拍人走路的画面都非常好用。并且因为有 AI 追踪嘛，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交给 AI 去追踪，就不用一直盯着画面看。不过启动上有3个步骤：展开延长杆之后，紧握云台轴臂，朝自己的方向弯折90度。接着仔细看刚刚弯折的位置，这边有写 Off 和 On， 我们把它转到 On 的位置，然后按2下扳机键自动回正，这样就 OK 了。现在稳定器就进入到一个特别的模式，叫做自由俯仰。在这个模式之下，除了可以拍低角度的画面以外，它也可以从上到下稳定运镜。比如说，你可以先从被画面遮挡的地方开始运镜，然后慢慢往上升，再进到你要拍的画面主体。这个模式的运镜弹性也瞬间变得非常高。而除了延伸杆之外 ，Flow 2 Pro 还有三脚架设计，只要抽出底部这3支支架，你就可以立在任何平面上。稳定性上，我们也到合敌，在一般风力之下都还非常稳固。不过要注意，延伸杆和支架不建议一起使用，会晃蛮多的。不过这个支架其实非常好用，搭配上 AI 追踪功能，不管你是要直播用、公司视讯会议用，或是在外面拍 Vlog， 只要架在桌上，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启你的表演。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 Flow 2 Pro 的拍摄体验。首先来讲 AI 追踪，前面有说过 ，Flow 2 Pro 虽然可以接入 Apple Docket，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使用第三方 App 之下，最主要的功能就只有追踪，没有办法玩出各种特别的拍摄功能。
所以 Docket 的存在更像是让第三方 App 也有追踪功能，让拍摄体验更好，比较适合比如说直播主、会议追踪器，或是纯粹需要稳定器帮助拍摄的场景。所以才会说玩下来，它主要的价值还是让第三方相机 App 也能用上追踪功能。目前玩下来，如果你要有最好的追踪功能，还是推荐你打开 Insta360的 App， 因为透过 App， 你几乎可以做到万物追踪，不只是追人、追狗、模型，甚至面纸盒也可以追踪。只要慢慢移动 ，AI 甚至可以帮你绕着物体运镜。Insta360这套方案最棒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自由框选你要追踪什么东西，然后要追踪多大面积。比如说，你可以只框一个人，那它就只会追踪一个人。那如果你框的是多人，那它就会把这几个人都加入它的运镜范围。比如说，你要拍多人一起跳舞的时候，就把大家都一起框起来。那 Insta360这套 AI 追踪是可以做到持续追踪的。比如说，拍人走路时，即使主体被路边的树遮挡，AI 会自动持续辨识和判断。目前玩下来，有比去年再追得更稳一点。那我这边推荐大家3个用法。第一个，开启追踪之下，左下角会出现追踪增强的选项。如果你是定点用三脚架放着，非常推荐开启。对了，另外你还可以点开 Pro 网格定位这个选项，然后你就可以自由选择你要追踪的人物要以哪个锚点去对位。比如说你都要放在左下角，那你就选左下角这个。你看稳定器，马上就帮你把主体放在左下角了。另外一个功能叫做动态长焦追踪，目前玩下来拍宠物非常好用。比如说你带狗狗去宠物公园玩，然后你就把 Flow2 Pro 放在椅子上，让狗狗自己玩，然后 AI 就会自动追踪狗狗的侧拍记录。不过稍微可惜的是，目前这个模式最高只能追 1080p 60fps。而如果是拍人的话，系统还出现自动变焦的选项 ，Insta360就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自动缩放画面进行追踪。另外，如果是大人作业的朋友，推荐打开手势辨识的功能。你可以把 Flow2 Pro 列在任何地方，然后远远的对着镜头比耶，就可以启动拍摄。开始会倒数3秒，系统会有闪光灯闪烁提示。那再比一次耶，就可以停止录影。最棒的是，你还可以比5，就可以远端启动 AI 追踪。然后你看到上面这个灯环亮绿灯的时候，代表启动成功了。更棒的是，因为 Flow2 Pro 可以360度旋转嘛，所以你甚至可以绕着稳定器一圈，边走边拍，走到你要的定点再停下来。或者是还有一个超酷的玩法，你可以按下画面上这个分享画面的 icon， 然后拿另外一只手机扫描这个 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远端看到拍摄机上面的画面。而且更扯的是，你还可以直接在第二只手机上操作云台，调整简单设定，开始录影等等。好 ，AI 追踪先讲到这里。其实，在 Insta360这个 App 里面的功能也很多，像是缩时摄影、慢动作、全景照片、移动缩时等等都有。那比较好玩的还有滑动变焦，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希区考克变焦，或者叫做 Dolly Zoom， 也有一些人会直接合在一起，叫做 Zolly。可以说是把张力、技术、光学特性浓缩在一起的摄影技巧。而现在，你只要把你要的画面框起来，然后系统就会提示你如何运镜。另外 ，Insta360也有直播模式，另外还有篮球模式，可以选择全场或半场 ，App 会自动追踪画面，帮你侧拍记录。接着来看操作 ，Flow2 Pro 的操控区域在主要功能上相当直觉，比如说按下扳机就可以启动 AI 追踪，那 AI 也会自动判断你想要追踪什么，比如说有人在画面里面，它当然就优先追人。然后如果你的镜头歪掉，按2下扳机就可以自动回正，按3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超实用，可以直接把主镜头切过来拍自己。然后你看到了吗？下面这边有一个反光镜，所以如果你要自拍讲话，也可以看下面这个反光镜的画面看到自己。那旁边这个旋钮一看就是变焦嘛，没错，往右推放大，往左推缩小，然后搭配上内建相机，这个变焦真的流畅。左边这个红色按钮在拍照模式就是拍照，录影模式就是录影开始跟暂停。右边这个有个切换 icon， 盲猜应该是切换后镜头，没错，按一下就能切换前镜头。那按2下呢，可以切换横着拍还是竖着拍。那中间这个摇杆左右推就是左右移动，
而且 Flow 2 Pro 最棒的地方是，它可以360度没有上限的在原地旋转，所以不用去记忆只能左转多少、右转多少，不用360度旋转个10圈都没问题。那上下推就是上下移动，以上这些按钮都很直觉。好，那接下来就是会需要记忆的按钮了。那也不用担心，只要打开 Insta360的 App， 然后打开 Flow 按钮操作指南，这边就有非常详细的教学。比如说快门键就跟我们介绍的一样，看是要拍照还是录影，长按还可以连拍。那上面这颗叫做 C 按键，它可以启动一些特别的拍摄模式，比如说按一下，稳定器就会自动启动一键环拍，自己在原地旋转一圈。按2下，在 Insta360 App 里面就可以快速进入到全景模式。长按的话，就可以启动旋转拍摄。App 显示盗梦空间，那台湾的朋友比较熟悉的翻译应该叫做全面启动。只要长按，手机就会自己旋转进行拍摄。接下来右边这颗按键，按一下可以切换前后镜头，按2下可以切换横拍或竖拍。那在 Insta360自家的 App 里面按3下，还可以切换拍照或是录影模式。最后底部这颗叫做 M 键，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切换不同的稳定模式，长按可以开机或关机。那在稳定模式上 ，Flow 2 Pro 其实相当完整。一般初学者建议保持在自动模式就非常够用，系统会自动根据你的晃动程度，你在走路还是跑步自动调整。那如果进阶一点的朋友 ，Insta360也提供了3档的稳定模式可以选择。那每一档在 App 里面都有详细说明是锁定哪个轴，根据需求选择即可。比较特别的是 FPV 穿越机模式，这时候云台的灵活度会变得很高，直接反映你的手部操作。可以拿来拍一些破水平的运镜，达成向上的转场效果。这边简单示范其他3个模式。第一个叫做追踪，这个模式最通用直觉，也就是稳定器的斜向和横向轴会完全跟着你的方向，你往上，云台就往上；往下就往下。如果往左看，你看手机画面就会平稳的往左。另外小技巧是，如果你要的是快速往左或往右转向，你要转的是云台本体，手腕扭一下就会转了。第二个叫做摇镜追踪，用更通俗的说法叫做俯仰锁定，把上下移动锁起来，所以云台只剩下左右移动的功能了。在这个模式下，画面就会水平左右移动，比较适合拍这种平移、一直往前走或是环绕的运镜。不过对初学者来说，我建议还是优先选自动模式即可，反正云台帮你稳定，角度你自己控制。进阶操作的话，设定里也可以详细的设定马达的力量、跟随和摇杆的速度，然后这边也可以调整前面说过的全面启动旋转拍摄模式的速度，变焦环的速度这边也都可以调整。另外 Flow 2 Pro 也是有触控面板设计的，在操控区左右慢慢滑动半圈就可以切换拍摄模式。最后的时间，我想带大家来看 App 的使用体验。Flow 2 Pro 搭配的是 Insta360这个 App， 那这个 App 不只可以连接稳定器，它里面也有超多摄影教学。如果是稳定器新手，这些可以很快速而且很有画面感的带你解锁稳定器在不同拍摄场景当中的玩法。那更实用的是，连接好稳定器后，你可以点开左上角的拍摄精灵资料库，里面 Insta360会教你如何分镜，一步一步的照着拍，会有很不错的出游小短片。那左边这边可以调整各种摄影参数，最高可以选择 4K 60的影像规格，也可以手动调整快门、ISO、EV 值。稳定器这个 icon 前面有介绍过了，可以调整所有跟稳定器相关的参数设定。最后3个点的选单点开，推荐大家把网格、长条图都开启。另外这边也可以开启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的 HDR 格式，以及 Apple ProRes 编码。上面这一排除了有介绍过的拍摄精灵，可以开启闪光灯、套滤镜，甚至打开美颜。不过稍微可惜的是，受限于处理器的效能，滤镜最高只能支援 4K 30，美颜则是 1080p 30fps。不过我觉得最好用的会是这个提词机的功能，可以说是单人作业的神器。你只要把写好的脚本丢进来，接着荧幕上显示什么，你就照着念下去就好，也不用怕你晃出镜头画面，让 AI 帮你牢牢自中，真的是短影音或是单人拍摄的神器啊！最后 ，Insta360这个 App 也支援自动剪辑的功能，只要选择几个短片，系统就会自动帮你产出精彩短片。整体来说，我觉得 Flow 2 Pro 真的是很令人惊喜的一款产品。
除了原先的各种功能，延长杆、支架、体积、重量控制都很实用之外，今年又有 AI 追踪模式和 Apple Docket 的加持，真的可以说是打通手机和稳定器之间的任督二脉，终于不是在各做各的事情了，终于有人机合一的体验。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尽可能实测最多内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我是驴子，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